我上个月花重金买了个烤全羊的配方，今天总算赶个大晴天，我买了只38斤的羊，看看在家能不能烤成功。但这活从来没干过，怕又干一天一宿，等第二天再吃不成隔夜羊了吗？所以就决定奔点先飞。凌晨3点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砖搬回来了。这砖呢看着不多，但加起来得有1吨多，搬上楼之后心都突突了。这回我整明白了，空腹有氧啊，未必会减脂，但一定会折寿。后来搭槽这个过程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我们几个这个智力啊，那只能说有但不多。3点就给砖搬回来了，没想到13点的时候还他妈搁这研究砖呢。得亏我哥来的早啊，他来之后20分钟就给解决了，他算是给这全羊保住了。他要是不来，我们下午可能就改成磨刀剔骨串羊肉串了。然后晚上吃饭回来好多人嘛，我们搬出了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石磨豆浆。过程就不细学了，那天看着小胖惊喜4连直播的算是掏上了。后来手机热的都需要保护了，我们还在那拉磨呢。事实证明，人类站在食物链顶端是有原因。就这天换头驴来估计都得累吐了，但我们却奇迹般的挺住了。完到了下班点我们同学陆续都来了，这脸皮薄的串门还带东西来。他在得物买了一瓶易烊千玺同款的宝格丽香水，特别清新的茶香味，而且留香时间很长。最近他们还上了好多小样，可以先买小瓶的试试味道，链接放评论区了，现在点还有机会抽1000块钱的无门槛券，还有好多护肤品的活动呢，有需要的赶紧去看看。后来这羊烤差不多了，突然发现个事儿，就一直在这转也没注意，这羊不知道啥时候烤丢一块肉，骨头都没了。我寻思这也不合理呀，这再烤下去不眼瞅要给羊火化了吗？完这羊让我们烤的也没啥卖相，就干脆把料全撒上了，看着不好看，但吃起来贼香。然后今天最大的惊喜就是我把后院收拾出来了。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一个呀，这个氛围感太好了。但今天这个生物钟也是大爆炸呀，原来都是一天一宿，今天是一天一宿一天，还不一定喝到几点。本来寻今天吃饭早能调到作息，这还调个嘚了，一起摆烂吧。我爷爷昨天参加老同事聚会去了，问我奶让他在饭店买点那个荷叶饼夹肉，这个你们有印象吧？就是很多什么私厨啊、小馆会卖这个菜，特别是老头老太太聚会的地方。但我爷爷不知道咋听的，给我奶买2张糖饼，他还问我奶呢，说你血糖那么高，要糖饼干啥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奶当时别说血糖了，血压都上来了。我爷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颤颤巍巍的，言语当中透露着3分嘚瑟，说孙子开火吧，来活了。但是家里耳朵有毛病的不止我爷，我弟昨天把历史牙拔了，现在脸盘雀肿，眼眶雀青。我哥不知道咋听的，给做了一盘磨牙棒，我弟当时都懵了，说我他妈哪有牙可磨呀？后来我哥为了表示歉意，做了一碗菠菜丸子汤，我弟趁热喝了一口上牙糖，烫2泡，这顿饭直接宣布少一副碗筷了。最近这个莓果提拉米苏太火了，我们村刚通网，我才刷着，但我们村快递有点太性情了，我看人都手指饼干，我这个属于是断指提拉米苏。完新买个大铁锅，我跟我哥都贼兴奋，就这玩意儿做饭才有感觉呢。做了个钢烤大鹅，之后拌了个沙拉，这沙拉里头放点牛油果和卧龙坚果，非常增香。卧龙这大坚果吃着可太香了，嘎嘣脆，贼好吃，而且搭配的特别有营养。过年追剧看电影啥的吃可太合适了。我给我奶买了不少，那过年哪能没坚果呢？咱说。而且这都独立包装的，你放茶几上干干净净的，也不用收拾。但你瞅这俩小子抢的啊！我说你俩还给我坚果吃没了，大年30你俩上我奶家给他嗑核桃去。来吧，香家了，翻牌、合肉、粉蒸、真豆、沙拉、波子、梅酥、大豆、馍棒、卧煎。这个番茄排骨啊，纯速成菜，教程我打一下啊，但人和人口味不一样。我哥这种愿意吃点酸的，恨不得把盘都舔了。上不上走个珍珠啊？我前2天想不开呀，在家尝试了一下醒狮酥，好家伙，差点没给命搭了。这玩意全网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教学视频，于是我在做之前研究了无数个视频，然后自己拼了个制作流程。问题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当时就觉得只要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做，肯定能做成。也正是靠着这种无知的力量，我开启了长达1周的翻车之旅。从开酥到组装，我就没有一步是不翻车的。这一块是我开出来的最好的酥，这一块是我捏出来的最好的石。就如果这个行业需要一本避雷大全的话，那我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提供所有的反面素材。真的，我这车都翻出花来了。我中间看人说温度太高也容易失败，于是在10几度的气温下，我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开开了，给我冻直拉了尿啊！我这脸都冻得没血色了，但依然没耽误我继续翻车。这几个是我这几天炸完之后唯5还能成坨的东西，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还有一个戴墨镜的，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后来我服了，我发现我肯定不能独立完成这个事儿了。于是我们背起行囊南下沈阳，找到了醒世苏的创始人武阳。然后既然是拜师，也没空手去，正好快到国庆节了，给老师带了2箱经典娟山有机奶，这都是珍稀的娟山牛产的奶，每100毫升里就含有4克的原生乳蛋白，新一代有机，而且还是披荆斩棘2的哥哥同款，好喝还有营养。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就先把在家折腾这些过程给老师看了一眼。老师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崩溃了。他说：“你们之前在家的所有尝试啊，除了活着全是错的。”完，我寻思既然都这样了，那就从头开始学吧。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酥皮点心是个非常严谨的事儿，就它不是哪一步重要，它是每一步都重要，就连最基础的和面都有很深的讲究，就更不用说开酥了。我擀了14个小时的皮儿，才学会了怎么开这次用的直酥和圆酥。然后当我能持续开出这样水平的酥皮之后，我以为我离成功已经很近了，直到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要炸出来的酥非常蓬松，那需要在这个1:1的半圆柱体上切下起码42到50刀。我当时看完他演示之后，我直接人麻了。我寻思，我要能练成这个刀法，我不得在他案板上留下2两肉啊！但这事儿也没有捷径，就只能一点点练。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我就拼命切、拼命练，晚上再梳理一下需要调整的地方。在经过了几天备战高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捏出了一个正常模样的醒世酥。然后这个炸的时候也一点没翻车，炸完为了让它更有神，我们还给它画了个眼睛。当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似的。我看了那么多教学视频，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玩意儿需要舍命干呢。后来我飘了，趁热又做了个醒世酥 Plus， 配色也重新调整了一下。而且这只醒世酥上，吴老用酥皮在后脑勺还给我提了个名字，顺便还教了我怎么让这个颜色能更有层次感。这现在是一只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狗送醒世酥。后来我还偷着学了一下天鹅酥和鲍鱼酥，但时间有限，就只能回家再勤练了。后来毕业打包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特别感慨。我倒不是想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多累，而是我发现当这个东西被拆解了之后，我们好像就剩下了复制上的操作难度，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设计会是一个多么变态的过程。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些手艺。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把最大那个醒世酥给他俩吃了。我其实睡醒之后也挺后悔，但我想开了，酒只有开封了它才是一瓶酒。对于美食博主来说，它最好的归宿也许是报班，但对于美食艺术品来说，它最好的归宿啊，一定是进度。今天在家人均48，居然实现了蟹黄面自由。这玩意儿是饭店吃都挺贵，所以我昨天在家琢磨怎么能把成本降下来。我买了300只1元蟹，它就1块钱硬币这么大，但是黄都很满。刚好我有2个脑子不太灵光的朋友，正适合干这事儿。我们今天要在家把这300只螃蟹扒了，看看到底能出多少黄。但这螃蟹小也是真小，蒸的时候放着葱姜，它纯是为了走个流程。这螃蟹肉少，一个蟹腿只能取出这么点肉来，然后身子小，黄也不到我抠。我先拿筷子抠一遍，然后我弟弟拿镊子筛一遍，还有后盖这点黄，平时吃螃蟹都不啃，今天全给抠出来了。这黄给我抠的眼珠焦黄，瞅啥都是橘色的。这个过程就跟开高速似的，就是不累但腻歪。这后来都唠叨我四姨夫30年前炸大果的事儿了，就真没话了。我都想把这段经历写简历里了，这可能是我头30年参与的最大的项目。扒了5个半小时的时候，大概完成了3/4，但这会儿眼珠都冒金星了。我说吃口饭吧，泡了几个海底捞的自助火锅。之前趁拼多多零食界1块钱抢的整箱8盒，麻辣味和番茄味都特别浓，而且都是大块肉，贼过瘾。平时一盒好几十，现在1块钱抢1箱，赶紧上评论区掏它啊！完我就看这俩没头脑在这藏心眼子，这都带着钱吃呢，生怕等会儿蟹黄面吃少了亏了。后来300只螃蟹扒完了，黄肉壳都在这儿了。我上了上秤，蟹黄大概是750克，蟹肉是300多克，一共就2斤多呗。等我炒蟹黄的时候，我压力老大了，就这味儿要差了一点，我仨今天指定崩溃了。但是当我把蟹黄浇到面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爽了。从扒螃蟹开始到吃上这碗面，一共是用了9个小时。那这么折腾完之后，我就觉得这面条格外的香，主要这黄也是真多呀。我头一次在吃面条不咸的情况下卤剩这么多。完我算了算账，买螃蟹花了296，蟹黄给我奶送了一半，相当于人均50块钱呗。反正说句心里话啊，但凡都宽着点的，我估计都干不出这事儿来。